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台北最强联名的肉桂卷。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长，它真的非常的长，它跟一瓶洋酒一样，它是非常大盒的。好，那我们就来开箱吧。好，它是这么大，在这边特别感谢我的好友，在寒冷的冬天送我这么一盒台北最强联名的肉桂卷。好，因为它有点难开，我现在来开一下。好，打开之后呢，这边有一个，大家有看到吗？我再开一次给大家看。它因为有点难开，所以要这样拉开来之后，这边会有一个磁铁，然后还有这个使用说明。今天的开箱就是纯粹的测评，并不会再介绍其他国家的肉桂卷，或是每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就是把我真实的感受跟大家说。然后大家在考虑要不要去订购，因为它非常的大，它这么的大，已经超过萤幕的大小了。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好，打开之后是长这样。由我的左手边到右手边分别是，第一个是假滴，第二个是这个珠宝和法式甜点，这个有点正方形的大小。第三个是这个香橙肉桂卷，第三个是这个，第四个呢是Miss V Bakery 的，那这个应该是里面最大的，因为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小。然后呢，它有附这个超级肉桂焦糖酱。最后一个是 Fly Cafe 苍蝇哥黑糖肉桂卷。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这是一个磁铁，它背面是这样，它是一个磁铁，所以我把它拿下来给大家看。这就是这个纪念品啦。好，然后它这里面有一张说明书，是不同家的肉桂卷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这个原本是放在冷冻库里面，那现在因为它已经解冻了，所以呢，我等一下把它拿去烤箱加热之后，我就直接吃给大家看。这些说明书里面，他们的烤箱温度大概都设定在170度到200度之间，然后加热大概3到5分钟。好，那这边我自己做了一个表格，是仿照咖啡测评。那我把它分成肉桂的香气，它是淡或浓，然后它的口感吃起来是像黏土还是面包。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肉桂卷它的酱太湿，它会把那个面团就是泡得很湿，所以吃起来就很像黏土，所以我把它分成黏土跟面包。那面包的部分就是它吃起来比较是酱跟面包是都还可以吃得到它们个别的口感。第三个我写的是肉桂，那肉桂我把它很简单的分成甜或者是辣。那最后一个就是主观感受，我把它分成有缘再见跟回购。那今天我没有要评任何的分数，我只是把它写一个程度，然后跟大家说，因为这每一家的肉桂卷都是店家他们用心的产品，所以我就是把我吃到的一个测评写一个程度给大家看，然后大家可以再决定说要5个都买，还是按照你喜欢的口感下去挑选。第一个，我们先来切假滴，它大概长这样，大家看得到吗？大家不要看荧幕看起来很大，其实它真的非常的小，它大概就是一个大小，就是放在手掌的大小。那我先闻一下，它很香。那我先一边切，我一边会在测评的部分写上记录。大家想看剖面吗？剖面就是长这样。第二家我们要来切珠宝和法式点心坊的，给大家看，它长得跟刚刚那个的肉桂卷形状完全不一样。好，那大家是不是觉得镜头上看起来很大？其实没有，它真的每个都是小小的。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剖面 ，Pure Bread。
哇 ，Pure Bread 长这样，它长得有点像丹麦卷，然后剖面长这样。第4个我们要来切 Miss V Bakery， 它是里面最大的，它摸起来像是一个正方形，长得就像一个有点像吐司。剖面长这样。好，那最后一个呢是 Fly Cafe， 大家看得到吗？它是里面有满满的核桃。好，接下来我就要把肉桂卷拿去加热，加热完之后会继续测评给大家看。好，大家我已经加热好了，在这边都已经加热好了。我准备了气泡水跟拿铁，在换口味的时候会比较中立一点。等一下我开始吃的时候，我会在我的这个测评板上面做记录，然后等我全部吃完，我才会跟大家说我总体的感想。所以呢，我现在就开始来做这个测评。好，大家，我刚刚已经吃完了5个台北最强肉桂卷，那我就从刚刚我开箱的顺序开始讲。第一个甲滴，它的香气是属于中偏浓，然后它的口感，应该说这5个肉桂卷里面都没有发生酱让泡在整个面团里面，让它吃起来很像粘土的感觉。所以这5个其实吃起来都是有面包的口感，完全没有我说的吃起来有点像粘土的状况。那它的肉桂它也是偏比较甜辣的。那整个我主观的感受就是应该是这5个里面会最想回购的，因为它整体吃起来就是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平时的味道，就是有肉桂的香气，也有面包的口感，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肉桂卷，也没有其他额外的味道，应该是这5个里面最朴实简单的味道。那下一家是珠宝盒法式甜点工作坊，那它的肉桂味也比较淡，它的香气也是属于中偏淡，然后肉桂也是属于甜的，然后口感一样也是属于面包口感。那整个吃下来，一直到我现在讲感受的同时，我其实已经比较没有那么有印象，整体感觉下来就是淡淡的肉桂味跟好吃的面包，在回购与有缘再见之间就是一个中间。好，那第3家要讲的是 Pure Bread， 它是这5个口感里面最特别的，因为它是可颂丹麦吐司的那种口感，但是它又不油。那它的肉桂味是比较淡，因为它的沉香其实有点点盖过它的肉桂味。那它也是5个里面算是比较甜的，那它的甜是好吃的那种甜，因为烤完之后它的糖是有点点脆脆的。它是这5个肉桂卷里面最让我意外的一个味道，因为它不是那种普通白面包的口感，而是它是可颂的口感，然后有沉香，然后它的香气比较淡，然后它也有甜肉桂的味道。第4家是 Miss V Bakery， 它其实不用加酱，它的肉桂香气就非常的浓。那它的它的面包是比较类似吐司，比较软的那种，就是那种软的白面包的口感，所以它本身并不是那种很有嚼劲的面包。那它的香气就是中间，然后肉桂是属于比较甜的一点点，我觉得它没有特别的辣。因为我是在不加酱的状况下去吃那个肉桂，我觉得它并没有非常的辣，是比较甜。那最后一个是 Fly Cafe，Fly Cafe 的话呢，它其实有一点点干。那因为它里面有放蛮多的坚果，所以我第一口咬下去是坚果的味道，那后面才会有肉桂的味道。那它肉桂也是比较淡的，它的香气其实闻起来还蛮香的，但是吃起来其实就是比较淡。
每个人喜欢的肉桂口感是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吃甜肉桂，有些人甚至喜欢肉桂里面有放一些绿的豆蔻，有些人喜欢吃比较美式、比较湿的。那面包体是属于白面包，比较软的。那有些人喜欢吃很辣的肉桂，然后泡在黑糖或是红糖里面。那每个人的口感都不一样。那我这一盒台北最强肉桂卷的开箱里面，我是最喜欢甲滴，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肉桂卷，肉桂是肉桂，面包是面包，然后完美的搭配，所以我最想回购的是甲滴。那其他都是有一些算是比较有创意的做法，珠宝盒，然后 Pure Bread， 然后还有 Miss V 是这3个可能都落在中间，落在有缘再见或是回购的中间，并没有特别的感觉。那可能比较偏不会回购的就是 Fly Cafe。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开箱，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